大家好，我是亚特力达飞 John，再次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新产品的培训会。接下来由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 M41、M416的 DAC。那我们会从下面两个方面啊，因为我们 DAC 和比较器呢，其实跟我们之前的一些系列来讲呢，可能差异不会很大，所以我们这里会快速的过一下啊。我们416412的那个数模转换器呢，它也是6位的数字输入啊，然后可以产生0到那个参考电压之间的一个模拟输出，然后其实主要来讲呢，也主要是给我们内部的一个比较器和 OP 来使用的哈。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可以通过配置集成器呢，使能到那个我们的外部的一个 GPL 做输出啊。那我们数字部分是可以支持到那个单双的那个 DAC， 然后而且可以配合我们那个 DMA 去使用啊。那我们那个参考电压的话是可以选择那个 VDDA 或者说内置的那个 1.2 伏的一个参考电压。对。那其实我们的 DAC1 和 DAC2 呢，它是独立的那个可以进行独立的那个数模转换，但是也可以进行那个双 DAC 的一个那个触发进行转换这个是我们那个 DAC 的一个结构框图。那这里是有那个触发选择，然后是控制集成器，对，然后完了之后，然后再做那个转换和输出，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啊。DAC 的一个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特性，那除了刚才讲的之外呢，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支持到那个软件触发或者说外部来触发转换。然后我们每个 DAC 它是都可以支持 DMA 模式啊。触发事件的话，比如说 DAC 转换是可以，我们刚才有讲过是可以有那个外部事件或者说软件触发。那外部的时候呢，它的触发源主要是定时器的一个计数器，然后还有外部的一个中断的那个事件啊。那我们通过配置那个 TRGSE 这个集成器来进行选择。那当我们就是说，当我们那个 TRGEN 这个位置质一了之后使能之后，那我们就可以通过选择那个定时器计数或者说触发或者说外部的一个中断触发啊。那 DAC 侦测到它有效的一个触发事件之后，它转换就会开始然后存放在我们那个DTH 集成器里面的那个数据的话会被传送到我们的那个 ODT 那它是在那个3个那个APP 的一个使用周期之后，然后我们的那个 ODT 的集成器会更新为新值。那我们选择那个软件触发的时候这个其实大概的一个过程是一样的，就是说转换的一个那个时钟周期它是一个然后一个那个时钟周期之后，我们那个 ODT 的一个集成器会更新为新值然后我们的那个软件触发的一个那个它标志的话，它是会有硬件去自动清零，对。那如果是我们那个 TRGEN 这个位置为0的话那我们每次写入那个数据保持集成器的时候呢，它转换就会开始不需要去等待我们的触发事件，对，这个呢也是一个 APP 的时钟周期对。然后我们的数据配置，其实这里来讲跟我们刚才讲的一个过程大概是差不多的，对。
那 DAC 的传输，那通过我们设置我们那个 DMA EN 的位可以使能我们的DMA 的一个请求啊，对。其实在我们的那个双 DAC 的一个模式下，那程序可以只使用我们的一个DMA 的请求，然后和那个 DMA 通道的情况下呢，可以处理工作在双 DMA 模式下的DAC1 和 DAC2 啊。那如果是说我们开启了那个 DAC 的 DMA 功能，那如果是第二个外部触发源到达的时候，那我们还没有收到DMA 反馈的第一个外部触发的一个确认信号，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那个 DMA 的下译啊。那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再处理新的外部触发了，而且就是说不会发出新的那个 DMA 请求。对。那我们这个的话，我们如果是使能了那个相应的中断的那个使能相应的中断的话，它会有相应的中断错误标志为自启啊。对。然后我们软件的话，通过写1，然后来清除我们的那个 DAC 集成器，然后相应的这个位啊，然后在重新开始我们 DMA 传输呢之前呢，我们还需要把这个DMA EN 位呢，然后清零，然后进行重新初始化。好，我们DAC 呢，总体来讲其实跟我们之前来讲是差不多，然后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 M412、M416的一个比较器。那主要也就是从它的一些特性还有功能上去给大家做个分享。那我们超低功耗的比较器那个 CMP 和CMP2 的话呢，我们是有多种的一个功能啊，包括那个外部模拟信号的一些监测，然后以及那个从低功耗模式下的一个唤醒。也可以与我们内置的那个定时器结合来使用，然后进行脉冲宽度的一个测量，或者说 PWM 信号的一些控制。这个是我们那个比较器的一个结构框图啊。那经过那个 IMP 或者说那个 IM 进来之后，然后会输出到经过我们的一个滤波，对，完了之后也可以产生那个中断的一些事件，然后如果是说有消引的话，那我们再经过消引的功能，然后再给到 GPL 或者说 timer，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比较器的一些主要特性供电电压的范围也是呢 2.4 伏到 3.6 伏，那输出电压的范围是0到 VDDA。对，那我们包括有支持可配置的一些迟滞，然后包括输出的极性速度，对，然后以及我们还有定时器可以作为我们比较器的一个消引源，对。那我们比较器的同向和反向的一个输入源是可以选择I/O 口，或者说VSRC， 或者说内部的 DAC， 对啊。那我们也可以结合EXINT 产生中断，从低功耗模式下去唤醒。这个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有去分享它的一个功能相关的咱们跳过。对。那比较器的时钟这一块呢，它其实是跟SCFG 是共用的对，时钟源也是P clock 对，然后复用信号也是采用的系统复位，对。那在深度睡眠模式的时候呢，那比较器它是可以依旧是可以工作的对。
对，但是就是说，如果在进入深度睡眠之前呢，我们需要关闭掉它的那个比较器的那个数值滤波，对，这样的话它可以作为那个外部终端源，然后控制系统从低功耗模式中唤醒，对。那另外我们那个比较器的控制和状态继承器啊，它是具有那个学保护功能，对。那我们一旦对那个 CAMPWP 这个位质疑了之后，那它整个的这个控制和状态继承器呢，它是会变成只读位啊。那只有通过系统复位才能解除这个协保护啊。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比较器的一些功能这个协保护的功能大概刚才已经有提过了。那同向和反向的一个输入的选择，那我们下表里面有列出来了我们2个比较器，然后同向和反向对应的一些 I/O 以及 DAC 的一个输入输入关系那我们通过那个设置那个控制和状态继承器的这个位它是这2个位可以去做一个选择好，我们接着往下。刚才有说我们可以支持到那个可配的一个迟滞的功能，对。那我们可以通过控制和状态继承器的这2个位去控制比较器的一个迟滞的输出。那我们这个功能呢，它可以避开我们噪声信号带来的一些虚假传输的信号，如果不需要的话也可以关闭掉。那我们迟滞的话，它是有几种了，当然就是说没有迟滞，然后低迟滞、中迟滞和高迟滞对。那我们用这个 VHYS 来表示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电压的一个幅度那这是我们的一个那个示例框图。那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比较电压是 VINV 然后当输入的时候呢，它是达到了这个我们的那个触发的那个一个电压的一个阈值的时候，它会向上的话在迟滞我们的 VHYS这个幅度，对，然后在比较器才会有输出，对，然后跳出的时候也是一样，然后它也会有一个迟滞，对，它的迟滞幅度也同样是 VHYS 关于速度和功耗的一个配置，那通过那个我们这个也是可以去对它进行可配的然后可以调整我们的那个比较器的一个传播延迟对当然就是说我们那个比较的一个速率越低传播延迟的话它就会加大，相应的功耗也就越低了。对，然后这一块的话，客户也是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应用去做一个选择。那我们下面这个图里面也是把我们高速、中速和低速还有低功耗模式的一些参数列出来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然后等有实际运用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再去做一些具体的评估输出消引那我们那个也是可以通过我们控制和状态继承器去配置它配置它的一个那个比较器1和2的一个消引窗口的一个来源那我们可以通过那个，其实它主要的来源就是通过那个定时器去配置了。那我们这个功能其实比较常用的一个场景就是防止电流在调节 P 单位起始时刻的时候，它的一个产生的一个监控的一个电流那我们下面这个图上也可以看到那我们 P 单位在起始的时候，它可能在电流上会表现出来一些监控波那
那这个时候我们比较器的一个原始的比较输出的话，它会有这个会有产生输出啊，对，产生一些有效的输出，然后那我们可以通过呢做一个相应的一个消引窗口，然后最终呢让它只输出我们希望得到的一些信号。那我们比较器的话也支持那个滤波器啊，对，那我们滤波器可以来滤除一些毛刺或者说噪声干扰。那我们那个滤波器的一个敏感性是可以通过我们这2个位来控制的啊，它的一个敏感性会影响到我们相同的一个连续采样的数量。对，在滤波器上输入上呢，就是说检测到类似的一个连续采样的时候呢，就是说才能够将我们信号的一个电频变化视为一个有效的一个切换。对。那比如我们这里设置成2的话，它这个就会有3个 clock 的一个延迟，然后我们这个参数设置为1的话也是同样的啊，它会有2个那个 clock 的延迟。好，我们那个接下来往后。那我们前面也讲过，我们是可以产生那个相应一些中断，然后去推出那个低功耗模式啊。那我们比较器可以通过外部中断线的21和20或者22来产生中断或者事件啊。下面呢是我们那个一些模拟 IP 的一个内部的一个线路图，对。那我们 DAC 的话，它是可以作为那个比较器或者说我们 OOP 的一个输入，对啊。然后我们 OP 的话呢，也可以输出到 ATC 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路径啊，对。那我们那个 DAC1 的话，它是内部它是可以连接到 OP1 和那个我们的 OP3，然后DSR 的话是可以连接到我们的那个 OP2 和那个 OP4。好，这是我们几个模拟 IP 的一个外设的一个互联关系。那我们刚才讲的 timer 可以作为比较器的一个输出的一个小引计时，然后以及我们那个 DAC 的一个内部触发的一个信号源啊。然后 DAC 的话是可以作为比较器和那个 OP 的一个那个参考电压的输入吧。我们 DAC 和比较器，然后实际联动的一个那个应用参考这里有做一个那个我们的一个示意图啊。那我们 DAC 的话，分辨率可以达到那个1.2伏除以一个63，或者说 VDDA 除以一个63，对。那我们最小的分辨率的话，其实就是1.2伏除以一个63了，大概0.019。那我们转换的一个频率大概是DAC 转换的一个频率大概是在100K 赫兹到300K 赫兹之间呢。那可以搭配我们的那个比较器消引做一些滤除、P 端切换噪声啊。实际的一些应用场景就包括控制器的一个过流，然后包括数字电源的一些电流峰值的一些控制了。对，好，那我们接着往下。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412和416的一个 OP 啊。那接下来会从下面几个方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包括我们 OP 的一个校准，然后一些功能和设计和料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事项啊。
那我们那个 OP 的话是有4个单元啊，然后每个用户单元有可选的那个INP 或者说 INM 的通道。那 INP 我们是有4个通道，然后 INM 有2个通道啊。那我们那个运放的话是可以输出到GPL 或者说内部的 ADC 啊，然后有主要的几种模式，独立模式电压跟随模式或者说增益模式啊。然后我们是可以使用那个 Timer 1，然后进行一个通道的一个切换控制啊。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是内部集成了一个高压保护电路的啊，外面不需要再额外的加保护的一个前位压接管啊。对。那我们主要的一些功能包括可以支持轨道轨的一个输入输出范围，对，然后可以配置的一个高速模式啊，然后刚才有讲到的一个那个用户自定义的一个校验。那我们其实我们 OP 的话都有各自的一个独立使能信号啊，每个 OP 都是可以相互独立的。OP 的时钟使能信号和那个复位的话呢，它也是跟 SCFG 是复用的啊。对，那在配置好了之后的话，那我们可以关闭时钟，我们 OP 也是可以正常工作。那下面呢就是我们那个每个 OP 跟我们 IO 的 GPL 的或者说 DAC 的一个对应关系啊，然后以及我们 OP 输出的一个以 GPL 的一个对应关系啊。那我们是可以看到有很多那个 GPL 是可以做选择，然后也可以支持那个 DAC1 和 DAC2 的输入啊，然后输出的话也是有多种选择。那就是说在用到的时候，那我们相应的 GPL 是要设置成一个模拟的模式。好。那我们那个我们 OP ADC 之间的一个通道连接的一个关系啊。那我们 OP1 它对应的 ADC1 和2的通道啊，主要是有列出来跟大家展示了一下。那需要指出的就是说 ADC 以那个外部 GPL 它是不可以同时输出啊。那这个是我们 OP 的一些主要的电气特性。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包括一些供膜抑制比电源抑制比这些带宽百率这些，那有给大家标出来。然后从参数上看，其实对比我们一些同类产品的话，我们也是做的相当可以了啊。好，那我们那大家就说后面有具体的一些项目，到时候也可以再去我们 DS 手册上去拿这些数据，然后做一个那个评估。好，那我们那个 OP 的一个那个校准模式啊。那我们OP 的那个校准功能，它可以把我们那个偏移误差降到最低。那我们其实是建议，就是说客户在使用前去做相应的校准。那如果不做校准的话，那可能就说一些偏移的误差就没办法达到我们数据手册上的标识的一些参数了。对。那通过使能那个校准模式然后可以后面的话就可以去选择，然后设置我们用户的一个需要设置的一个校准值啊。
那我们那个开始校准开始进行校准之后呢，那我们这个 OPCAL 这个会至1，然后校准成功之后呢，那我们 OPCAL 这个会至0，那我们就可以去以这个位去做一个那个相应的一个校准完成的一个判断啊，或者说检测啊。那我们下面也会再具体的去跟大家讲一下。那这个是我们那个用户的一个校准的一个流程啊。那 OP 肯定要使能了，然后校准模式也要使能，然后再通过这个 CAL、SEL 去选择是校准我们的那个 PMOS 还是 NMOS 啊。那这里的话再往第4步的话，这里就是它又有2种，如果比如说输出到 GPIO 那么就把那个我们的那个相应的寄存器，然后设置零，然后再往上累加，对，然后完了之后再去读我们的那个 OPCAL 这个值，那如果这个值从1变成0的话，那就代表校准完成。那我们写入这个寄存器的一个值，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校准值。然后 ADC 的话，那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那过程也是一样，只不过就是说读 OPCAL 这个值的话就可以换成我们那个读取 ADC 转换出来的值啊。那它那个值的话，从最大然后变化到那个接近最小 ADC code 的值的话那我们就是可以得到我们那个所需要的一个值啊。那这里校准那个 NMOS 跟 PMOS 是同样的一个过程那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在每次写完这个校准值之后那我们至少要等待1个毫秒，让 OB 内部的那个电路稳定之后，再去读取我们这个 OPCAL 的这个寄存器那这里是我们相应的一个那个2种校准的那个方式的一个那个示例这个是读那个 OPCAL 这个寄存器那我们这个代码上可以看到我们都是会有做1个毫秒的一个延时当写完了这个校准值之后，然后再去读它那个OPCAL 这个寄存器这边那个 PMOS、NMOS 这个过程都是一样的。那这个是通过 ADC 去校准然后这里也是一样，我们等那个就是说 ADC 转换出来的值为0的时候，那我们就认为它是校准完成了。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那个 OP 的一些主要功能。那我们刚才有讲过，就是我们支持独立和电压跟随，还有增益模式可配置的一个增益模式。那当我们设置成独立模式的时候，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独立的 OP，独立的运算放大器那大家就按照平常的那个运放去搭就好了那我们输出其实也还是一样也还是可以输出到 GPIO 或者说 ADC对。那电压跟随的话，那它就是把输出作为一个那个负反馈那我们这个的话，一般来讲呢可能会用于传递一些驱动能力比较弱的一些电压的一个信号，提升它的一个带载能力那这个时候 UOUT 呢，它会随那个 UIN 去变化那我们内部的话，就是说这个红色标识的这里，它内部的话会连通稍等一下。
那红色的这里连通了之后，那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导线就可以看到我们是跟那个输出是连到一起了。那增益模式的话，比如说正向增益，那我们这个相应的这个增益的这个寄存器也要做相应的配置啊，这一块可以具体的参考我们 ARM 手册啊，对，它的值会这里需要配置的一个值会有一些不一样，对，那根据大家的实际的需求去做相应的配置。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右边当我们配置成正向增益模式的时候，那我们右边这个这根导线它是就相当于连通之后呢，它这个就相当于是我们的 R1 和 R2 了，对。那我们其实配置的它增益比的话，其实就是相当于是在调节我们的这个可变的这个电阻啊，来实现它调节它那个增益倍数的一个目的啊。那根据虚短虚段的话，我们是可以计算出来我们 U_out 跟U_in 是这样的一个对应关系。那带外部偏置的一个正向增益模式，那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我们其实相对于正向增益的话，那我们就相当于因为正向增益这个地方它是接地呢它就是0嘛，对吧？0伏。那我们这里的话就相当于给它加了一个电压，对那我们这里的话，相应的我们右边的框图，那我们就是把 INM 这里去做了一个导通然后就可以给它加一个输入的一个参考电压。那当然我们这个 OP GAIN 这个寄存器也是要去做相应的一个配置那最终的等效电路来看，那我们是输出和输入是包括我们2个输入了都有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大家可以根据实际的一些应用，然后去做一个配置和计算。那我们带外部偏置的一个反向增益，其实也是同理，那只不过是我们那个这里的上文的这个 V_in 变成了接地，然后那个我们这个参考的那个REF 作为新的那个 V_in 然后它的一个根据虚短虚段的原则的话，它是我们可以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带外部滤波的一个正向增益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外部它可能我们跟那个OP_out 之间呢加了一个电容它这个时候呢，其实它的一个U_out 和 U_in 的一个计算关系还是没有变化的它主要是过滤一些噪声和那个一些震荡对，做滤波和过滤一些我们那个震荡的那个目的那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要注意我们 OP/GAIN 这个的话也是要做一个相应的配置配置它的一个内部的增益比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带外部滤波然后又带外部偏置的一个正向增益或者反向增益这个是因为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总体来讲都是这几个内部的那个电路在变来变去它总的一个其实关系一个那个 U_out 和 U_in 的一个关系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好，那这个关于这一部分的话
根据大家到时候有一些实际的应用，到时候也可以找到我们去找到我们FAE去做一个具体的评估探讨啊。好，那我们接着往下。那我们有提到我们是可以支持到那个 timer 的一个自动切换的功能，那我们可以通过配置这个 TC 寄存器啊，可以自动切换它的一个通道啊。那我们这个 timer 1 CC6 这个这个 timer 的这个触发源它是固定的大家可以按照这个去配置啊。那配置完成了之后呢，那我们这个比如说 IMP 了 ，IMP 的通道，那我们这个 IMP 的通道就会根据它那个 timer 1通道6的一个高低电平去变化对，比如说你低电平的时候，那我是 IMP SEL， 那高电平的时候我是 IMP SSEL 啊。那 AAM 的通道呢也是同理啊，对，这个 timer 的切换功能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啊。等大家也如果有遇到一些实际可以应用上这个功能的场景，那到时候也可以再找到我们做一些讨论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那个 OP 的电路设计和 layout 的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啊。那我们那个运营方的话，输出的一个驱动电流它是有限的啊。对，那在那个非增益模式和增益模式下，它驱动电流是不一样的。那在增益模式下呢，它输出的一个驱动电流它是会小于非增益的一个模式。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内部可编程的那个分压电阻，它会额外的消耗一些电流，对，这个也合理啊。那其实也是一样啊，它如果是比如说你配置成独立模式，然后你外部用了一些分压电阻那种构成反馈网络的话，它其实也是跟我们那个是类似的。那我们其实在那个总的那个计算这些电流消耗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些电流的影响，那需要那个从总的一个驱动电流中做一个减去做一个减法那另外就是我们需要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输入的一些寄生电容那其实由于那个 I/O 设计的结构的一些原因呢，那 I/O 不好意思 ，I/O 引脚的话，它会有几个批发的一个寄生电容这个的话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也要考虑进去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 PCB 走线它也会带来一些额外的一些寄生的电容那寄生电容它跟我们那个电阻的话，它就会形成一个小的低通滤波器对，所以在实际设计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考虑到这一部分的一个影响。那比如我们那个下面的这个图的话那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那个输入电阻 RC 跟我们那个 CPR 它会形成一个低通滤波器那我们那个输入的信号频率它超过一定的值然后输出的一个寄生电容的话会给电路带来一些影响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减少一些 RC 的值，然后提高它的一个那个截止频率，然后降低输入的项目因子。那我们反向输入端的这个示例也是类似的同理那除此之外呢，那其实我们还要考虑它容性负载的一些处理
那我们运放的话，它直接驱动容性负载的时候，那比如说我们那个使用过长的一些 PCB 走线引起的一个那个接生电容或者说我们有接那个大电容到地这个都是属于容性负载，那我们其实都要考虑到它会跟电阻形成一些地动力波的一个地动力波器设计上需要考虑到这些因素了那我们其实这里的话是就是说可以去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输出和那个容性负载之间呢可以穿一个那个小的电阻了，然后但是就是说它形成了地动力波之后呢，它会降低一个电路的带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那个好，那我们接着往下。那我们刚才有讲过，我们那个 OP 的话，内部是集成了一个那个前位的二极管那我们呢在电路设计的时候，那我们就不需要再额外的在外部加那个保护二极管了那比如我们这个示例的话我们那个是84伏的直流输入，然后 OP 的话是可以做那个直接输出那个 1.6 伏然后我们微硬上的一个限流电阻是20K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图谱把这个放出来的目的主要是提醒大家我们有这个这样的一个优势在那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呢，也可以及时的去提醒客户跟客户做一个推广好，那我们那个几个模拟的相关的器件就介绍到这里，然后接下来由我们其他同事来跟大家接着分享